如果你想自学汽车音响呢，我觉得你应该把这条视频看完，因为这个是一个很好讲知识框架的视频，这是一个非常系统的告诉你汽车音响调音需要哪些知识，需要哪些技能，我们需要掌握什么东西才能够交付出一套比较好的系统出来。那整个课程呢，我一共把它分了7章。首先第1章一开始，我觉得调音最重要的事情是你要知道什么是正确的声音。调音的目标是为了好听还是准确？到底大家经常讲的这个标准是因人而异，每个人听感不一样，所以调音不一样，这种说法正不正确？经常喜欢说一句话叫纯粹原音，如临现场。那么这个原音和现场是不是就是我们的调音的标准？声音的创作阶段到声音的传播阶段到声音的这个回放阶段，其实汽车音响呢，它是工作在声音的回放阶段的。最后呢，得出一个结论，就是准确，就是我们要忠实的还原录音的意图。当然我们知道了那个方式是好的声音，是正确的声音，但是我不一定会听。那这个时候会去讲怎么去练就这个准确的听力，同时呢会告诉大家我们作为天天听音响调音的人，怎么去判断一套音响是否准确？当然不是说好听不好听甜软什么温暖这些东西。那评价声音呢，我们分2个维度：空间品质跟声音品质。在第1章里面呢，我们会讲听力的2大基石，一个是可靠的标尺，就是有一套自己的参考曲目；第2个呢，你要有一个科学的方法，长时间大样本的去听。这是在第1章介绍的内容。然后第2章介绍南方公园调音的4步法 SOP。 这个4步法 SOP 它其实讲的是一套心法，它不是具体的技法。个人调音从一个个人的艺术到专业体系的一个跨越。在这里呢，我想说一下，就是职业的和业余的区别在哪里。那我们都知道打羽毛球，那职业打羽毛球的和业余的打羽毛球，它主要的区别在哪里？业余打羽毛球的呢，他偶尔也能打出几个好球出来，而职业运动员呢，他们的特点呢是他每一个球都回的质量很高，打的质量很高，所以这是业余跟职业最大的区别，并不是说业余打不出好球来，他们的稳定性不够。当然，造成这种稳定性的一些条件，比如说体能日常的训练这个战技法这些东西都是必须的。但是从表现上来看，业余跟专业的区别就是在稳定性。业余的人偶尔也能打出一个好球，而专业的呢，一直都会打出好球。那么专业的他为什么可以一直保持稳定的输出呢？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他把打球这件事情从一个个人靠运气、靠碰的这样一件个人的艺术，过渡到了用专业的体系来做打球这件事情。调音其实也是一样。那刚开始学调音的时候呢，你有可能会偶尔会碰到一套比较好调的系统，或者运气不错调起来声音还可以。但是如果你1个礼拜要交6台车1年要交可能200-300台车，每一台车调出来声音，不管是3000块的、3万块的或者30万的车，你的平衡度都是相对比较好的一个均衡的水准。那这个时候就不能靠个人的运气来调了，那一定要有一套专业的方法。那第2章呢，主要就是介绍南方公园调音的4步法，包括电平、粗调、精调和主观评测这样几个步骤。然后第3章就开始讲具体的东西了，就是电拼匹配。那为什么一套相同的音响，如果你调得不好那可能表现就完全不同？有一个原因呢，就是因为有薛伯失真的原因。在这个课里面呢，我们会通过一个 A/B 测试做一个 demo 原来这种声音就是薛伯失真的声音。那么接着呢，我们去讲为什么会产生薛伯失真，它功放的工作原理是怎么样的，那如何去避免薛伯失真，怎么拿手持示波器呢去测量这个，还会去介绍一些其他的工具，比如说 SMD 的 DD1 或者实在是没办法了，你临时可以拿万用表去测一下。另外呢，还有一些内置功能的带薛伯指示灯的这样一些设备呢，可以帮助我们做薛伯的设置。这是第3章的内容。第4章的内容呢，就是喇叭的分频，这个是你调音一定要知道的东西。那喇叭分频的基本原理就是要让喇叭工作在自己最舒服的位置，比如说6寸喇叭，它的工作范围可能就是50到3-4K 之间。那么呢，我们会从喇叭的物理结构以及去介绍一个频响失真的一个性能曲线，就是并不是说一个喇叭在任何时候它的失真都很小的，它可能在某一段时间上失真会大一点。怎么样去通过频响失真曲线来看喇叭的性能以及喇叭分频的3大要素？第一个要素呢是
分频点。第二个要素呢是滤波器的类型，第三个要素呢是斜率。我们分别去讲怎么去找分频点，选什么样的滤波器的类型，以及选择什么样的斜率。讲完分频以后，接下来呢我们要做的事情呢就是做声场和延时的测量。讲一下这个皇帝位到底怎么回事儿，如何通过延时来调整我们的声场，然后还会顺带着去介绍一下车类的不同的声场的情况，比如说你有中置的时候它大概是个什么情况，你这个有环绕有中置的时候是什么情况，我们怎么去做单座位和双座位的调音，那这个会稍微顺带的提一提。这个时候会开始讲调音软件 Smart， 如何用 Smart， 如何用声卡。我们会从 Smart 的安装跟激活开始讲起，怎么去设置它的通道，做延时的测量，怎么去在车里去摆麦等等。在课堂上呢，我们会有一些课堂的实验，去教大家怎么去在 Smart 里面用脉冲测量去测量延时。然后同时也会去教一些现场的一些工作经验啦，比如说有时候测不准的时候，我们应该怎么办？超低音为什么会测不出来？那如果要测超低音，我们应该怎么办？声场延时讲完了以后呢，就会去讲 EQ 和目标曲线。EQ 和目标曲线我们需要掌握的是什么东西呢？其实就是3个内容了，如何去测 RTA。第2个内容呢，什么是 EQ 有哪个参数？第3个呢，目标曲线是怎么回事？为什么它有用？世界上有大概我知道的大概有7、8种不同的目标曲线，针对不同的这个场景下的。那这个目标曲线呢，就是我们的标准。听多了以后就会发现，其实好听的音响它有一些共性的，这个共性呢就是我们讲的目标曲线。然后会介绍平衡调音的3层架构法，你通过 RTA 跟目标曲线，把你的 RTA 曲线呢靠近这个目标曲线，但是靠近的方法呢，我们有3种主要的工具。第一种工具呢，通过分频点；第2个呢，通过电频；第3个呢，通过 EQ 是最后的手段。一般来讲呢，会通过分频点和电频呢，把大致的线条去调一调，最后通过 EQ 去修正。然后我们会讲到 EQ 怎么用，中心频率、增益和 Q 值。那这3个东西之间怎么去使用，以及使用 EQ 的一些技巧，然后就是如何用 Smart 去做测量，怎么样去校准麦克风，用麦克风的校准文件，然后 Smart 的曲线管理，怎么去把目标曲线导进去。把 RTA 调完了以后呢，就是第7个部分了，把超低音的相位呢对到仪表台上去。在这个章节里面呢，我们会介绍相位的概念什么是相位，什么是度数，它会产生什么问题。哇，录了15分钟了。然后会介绍为什么我们的超低音打不上仪表台，怎么样让它可以打上仪表台，如何用 Smart 的双通道测量来测量相位，用眼睛的方式可以把超低音很快很简单的对齐，把相位对齐。在这一个章节里面，我们相位的应用呢讲的并不多，因为刚刚开始在接触，我不想把事情搞得太复杂。到后期可能2节或者3节更深入的课程里面，我们会去介绍如何利用全通滤波器去操纵这个声音的相位。OK， 这是这门课全部要讲的内容。在这个视频里面，我想表达的观点是，对于如果是初学者，你从来没有接触过调音，这个结构呢是跟调音所有全部相关的知识都在里面，无非是深和浅的问题了。那第2个呢，如果你想系统化的学习，那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。这门课呢是我们多年经验的一个结合，所以希望对你有帮助。下周我们的1节调音班就已经开课了，到时候在课堂上再见吧。